我跟你讲，今天这辆试驾的车款呢，超多网友期待已久、敲碗已久啊！究竟会不会 underpower？ 这个价钱是不是真的超值？来，我们今天试驾的主角就是这辆 Mazda 3 1.5 High Plus。介绍这辆车，我真的是很兴奋，你知道为什么吗？第一件事，我们借了好久，这辆车已经 launch 超过半年了，但是原厂我跟你讲 ，Burma 和 Mazda Malaysia 真的很照顾他的顾客。所有进口来的这辆车是日本进口来的哈，先交给顾客 ，media 哈要借车啊，等哦，我们先让顾客拿够车了之后，才给 media 试车啦，哈，对，所以我们一直等了超过半年，我们才有办法借到这辆车。第二件事就是价格啦，哇，这个价格119,900块，你就可以买到一辆 C segment 的车型。然后Mazda 3这个款式，你不管是 liftback 版还是 sedan 版，都是一样的价钱，119,000拿 1.5NA High Plus 的车型。119,000拿 C segment， 哇！日本 CBU 进口啊，5年 free service 啊，这个混动造型设计 ，liftback 原尾，最重要是 High Plus， 你要的所有进阶式安全配备全部都给齐你。119,000，哇！这个那时我们 launch 的影片出了之后，哇，大家都反应两极化 ，OK？ 什么两极化呢？第一组朋友。哎呀 ，underpower 啦！一看都知道 ，C segment 降大了，一定 underpower 的啦！哎，不要讲那么多，我觉得我们先试驾。Let's go， 先试驾。来出入口啊，看有没有力啊？完全没有问题。我差点贴罗里的车尾。来，我拉一下。谁讲没有力？谁讲没有力？试用一下就出去了，好不好？我觉得他调了他的 gear ratio， 什么时候该进2档、3档、4档的时间，他做了调整，他稍微把前面低档位的时间拉长一点点，所以你的扭力就比较续得上来，你的整个前段的加速冲刺感有驾了之后，我对它的表现非常满意，不是 OK 啦，可以咯，是。非常满意，我认真讲，这辆车真的非常满意，可玩性高，绝对对得起这个价格 ，build and quality CP 值高到没有话讲，真的高到没有话讲。而另外一派的网友是说呢，与其执着于动力他们花这个钱其实更多是为了 Mazda 给到的质感，无论是设计的美学、人体工学还是质感营造 ，Mazda 在这方面真的是比起它的对手强大非常多。简单来说，你要动力的话，很多方式可以改；可是你要质感营造、人体工学这些方面来说，改装的预算是高很多很多的。这辆车其实在马来西亚已经推出好一段时间了。那这辆 Mazda 3到底会不会有机会在马来西亚 CKD 生产呢？我好像。觉得这个机会不高啦，为什么？因为本身 sedan 的销量经过几年的统计都是不如 SUV 的嘛，所以原厂多数都会把资源留给 SUV 居多。但是我觉得 sedan 啊 liftback 这样的车型真的有一票很硬的粉丝，就是大家觉得family car 就是有家庭有家室了的。那我年轻的象征就是我要驾 sedan， 我要驾 liftback 嘛，是不是？选择从日本进口也是一个好处啦。从日本进口，那个quality真的是有在那一边哈。未来会不会变成 CKD 组装，像是 CX-30一样？这个真的不好说。看啊，好大雨，上车。那回到 Mazda 3本身，它从当年 launch 到现在为止它所呼应顾客的要求到底是什么？第一点很明显啊，这个 liftback 车型。真的非常具有运动化的造型，真的好帅好美。从当年它的概念车到实体车，相似度非常高。那个圆的屁股，我过了这么多年，每次在路上看到这辆车，我还是觉得它很漂亮。我觉得好看的颜色，混动红真的很美。那个 Solar Crystal， 不然你拿这个水泥灰蓝色，我也是觉得很漂亮。而且最特别的是什么？今天这辆 liftback 版的内装是红色皮革，所以它会有一个很明显的落差。就是如果就是黑内装，其实很多人喜欢黑内装啦。
但是我觉得，那个门打开看到里面的那个是 Burgundy Red 的感觉，哇，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我喜欢这个红色内装，所以它给你很多东西。再来最后一点就是这个价钱，它把进阶式安全配备给足你，我觉得这件事真的是很棒很棒，而且不只是进阶式安全配备哦。头灯这个 Signature 的日行灯，这种 Piano Black 的材质搭配到轮圈的配饰，不只是18寸，而且这个轮圈的造型跟2.0 High Spec 是完完全全相同造型。这些所有119,900块原厂给完你，还有我刚才说的什么5年 Free Service， 不会讲哎呀这辆车价钱比较低，5年 Free Service 哦没有，照给，全部东西都给足消费者，所以最后真的消费者赢完啊！我真的是觉得超赞的，而且这辆车还有什么 Walk Away、Auto Lock 的功能、Auto Full Side Mirror 这些全部都一点都没有省。来，动力室我们打开来，这是大家最期待的部分。动力室主体。1.5公升直列4缸自然进气汽油引擎，搭配6速自排的变速箱，输出的马力118匹，扭力峰值153牛米。很多人当然看到这组数字，就给一个结论说：哇，这样的动力，路上找一票对手都打爆它啦，是不是？但是你路上找来的那一票对手，很多什么 CVT 变速箱啦。DCT 双离合啦，不是不好，但是他们的缺点会很明显。我们讲了很多次 DCT 的加速，你的那个力感，你起步你要抓那种细腻的低速移动，会很明显。我跟你讲，6AT 是这辆车重大的王牌。第一件事，引擎 Skyactiv 引擎，这个是 Mazda 呕心沥血的引擎，这点真的是不容置疑，这个可以很大的发挥它的功效。第二点就是配合他们自己家的 Skyactiv 6速自排变速箱，开心，绝对是开心的东西，相信我。讲真的，你不觉得这个车尾超美了没？我过了这么多年再回来看这辆车。我每次在路上看到它，只要是 liftback 版的车型，我都觉得这个车尾超漂亮的。这个圆的线条，马自达真的画的好美好美。当初那辆概念车好像也是这么圆，实际量产车也是这么圆。哇哦，好漂亮啊！这个圆车尾再加上这个圆尾灯 ，Oh my God！ 哦哟。见一次爱一次，人见人爱，车见车载，是不是？哦，还有一个东西，除了尾灯圆以外，它的 signal 因为在里面嘛，它是跟 CX-30一样，都是那种呼吸灯的效果，所以它的整个风格、整个韵味超级无敌漂亮。下面绝对不是用防刮材质，下面是 Piano Black， 哇，很美，很漂亮。尾管，哎呦，尾管双边单出是真的哎。这个尾管比我的 MX-8 还漂亮啦，是怎样？美，这个真的美，真的美。不过因为它只是 High Plus 的关系，所以它只有倒车镜头，它没有360环境显示。再来 Parking Sensor 哈，不止车尾有 Parking Sensor 哦，车头也是有 Parking Sensor 的。后车厢的开关很简单，就是一个电磁阀而已，它也没有什么电动尾门，也没有什么复杂的东西，就是这样子开而已。而且你看，重点。Liftback 的车型哈，它后车厢跟 SUV 开的方法不一样 ，SUV 往外抛嘛，所以你会很担心会撞到墙壁，打开了嘛。Liftback 没有，它就是抬上来而已，它就是比车尾多这么一点吧，你不用担心说，很容易撞到墙壁之类的。后车厢的容量295公升，算是中规中矩，收纳空间就是刚刚好够用。然后下面有小尺寸的备胎，就这样子而已，旁边也没有什么挂钩，也没有什么电源插槽之类的，就是一个小灯。我现在坐在 Mazda 3 Liftback 版的后座，这前面已经调到我的驾驶坐姿了，我的身高是169公分。我先强调一件事，车室空间向来都不是 Mazda 家族厉害打造的地方，就是他们会把驾驶座前面2个位置
尽可能的把人体工学完美展现。后座就是那种你有的坐就偷笑了啦，是不是？不至于啦。其实你看啊，我作为一个成人啊，好了，我169公分算标准吗？我也不知道。我调到我的坐姿，其实我的后座其实还 OK 的。但是如果前座驾驶是180公分的话，那他又喜欢坐的舒服的话，我的空间就会明显被压缩，不是稍微被压缩。那如果后座也是180公分的话，啊，就懂的都懂啦。OK， 来，空间你看，我还有2到3个拳头，我的头部差不多2个指头这样子。所以对我来说，如果前后都169啊，这样我没有问题。我绝对没有问题，我可以很舒服的坐这辆车。它的这个红酒色的皮椅，还有一点隆起，有一点包覆，尤其是腰部哦，左边的这个支撑其实蛮好的，相对真的 OK 耶，就是你会坐得很安定。然后旁边的材质，上面是软材质哦，整个都是软材质，上面整个是软材质 ，soft touch 的，中间红色皮革，红色车缝线，下面也是皮革，皮革刀丸，全部都是皮革，除了这片东西是硬质塑料。跟一个金属门把，这个我非常喜欢的金属门把，一条很利落的金属门把，然后后面继续拉 chrome 到后面来，还有下面这个手把中间这个黑色的是硬质塑料，其他的都是皮革，你摸得到都是皮革啊。下面音响这些不要讲啦 ，OK， 这些都是硬质塑料，所以它材质很好，而且它叠这个红色，我真的是觉得很好看的。它不是那种很亮眼、很鲜艳的红色，它就是 burgundy red， 就是有一点深红色这样子。如果可以再深一点，可能更好啦。OK， 中间有冷气出风口，然后有非常非常粗的一个隆起。中间第3个乘客来说就有点可怜了。OK， 中间打开，哇，是会顶住的哈，没有软趴趴的哈。驾什么车会软趴趴的，懂的都懂。OK， 今天 Mazda 3是会顶住的，然后有2个置杯架，非常 solid， 所以你在后座的这个整个舒适性、人体工学其实也是不错的。来到驾驶舱。前面2张座椅是非常符合人体工学的，就你不管坐的姿势、高度、整个支撑，还有你2只手，你不管是中间这个位置跟右边这个位置，哇，很舒服，这个位置很舒服，我以前已经讲过了哈。再来，皮椅这个红色哈，真的是美啦。然后你看这个红色内装，哎呦，哇，这个红黑色搭配很有质感呐。驾驶是电动调整，副座是手动调整。OK，I don't mind， 119千 ，I don't mind。OK， 几个重要的点，第一个真的是这个材质的运用了，上面是 soft touch， 中间这层是皮革哦，很好摸的皮革。这个红色的皮革你只要上来摸摸看，真的是很好摸。然后下面有金属饰条，在冷气旁边拉一圈，到中间空调的旋钮，这些全部都是物理的，全部都是实体按键。多媒体在这边，同样是 Mazda 的这个中央 control， 同样是物理的。这辆车没有触控啊。它的荧幕有 touchscreen sorry， 我记得以前 Android Auto 没有 touchscreen 呢，现在有 touchscreen 了，加分。所以这个荧幕你要 touchscreen 也可以，不然你就用中间这个 MZD Connect Mazda Connect 用来转。我已经用了这么多年，我已经很顺手了，顺手到我连它有 touchscreen 我都不知道。这个荧幕有什么重点？第一，它的位置，它不是给你驾着车可以 touch 的位置，你看它特地做一个这样子的凹槽线条设计，专门给这种长荧幕，很漂亮哦。讲真的，我觉得荧幕不一定要大，四四方方超大像电视机一样，但是你要跟车子的语言做一个整合。你看它这个红色的线皮革这样拉下来，然后它的前台做一个这样子的凹槽设计，荧幕就在这中间，哇，超级有那种一气呵成的感觉。这个荧幕的质感真的很漂亮，哇哦！而且比起我那个，它这个真的是尺寸真的是很美很美啊！这个 MX-5 要到 ND3 才有嘞，加分，这个超级加分。冷气出风口的造型，你看给驾驶是有一个这样飞机舱这样的感觉 ，Pilot Cockpit 这样的感觉。然后副座就是很简单的这样子拉开来，但是金属的旋钮这些实体按键超级加分。驾驶盘3辐式非常细的口径，这个我很喜欢这种比较细运动感的操作。然后上面 ACC 跟车多媒体全部都是实体按键操作，后面有换挡拨片。我跟你讲，119千给换挡拨片真的很加分。为什么要给换挡拨片？我跟你讲，6AT 有换挡拨片真的很好玩，真的很好玩，超级加分。驾驶仪表中间数位
左右转速跟油量、水温这些是实体转针，中间的时速转针是数位的，可是它就保留那个圆的造型，所以它保留了很多原本汽车的语言呐、在这辆车上，你就零学习成本，你一上车马上会驾，然后有手机无线充电座，2个自备架，6速自排的排挡杆，有 Sport Mode 开关 ，MZD Connect 旋钮音量全部物理操作。中间这个靠手，最多人讲的了，就是因为很长啊，它非常大。那如果你直接打开来，它就顶到完了嘛，所以它把它做的设计就是这样子，往后面推，然后再打开。OK， 所以它的设计很漂亮哦。只是你坐中间的乘客，你就被它顶到，所以后面坐中间难免就是脚开的。OK 啊，里面有2颗 Type-C 电源插槽，收纳其实还蛮大的。整体来说，它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它是日本进口的。这个组装品质，这辆车已经走了8000多公里啊，没有，我觉得我没有听到任何异响。因为有些车你真的是走了一阵子之后就没有，这辆车的组装品质很美。很好，然后整个材质用料这些手工，它每个缝隙之间那些东西，真的是装配到尽善尽美，你知道吗？很棒，真的很棒，我真的觉得很加分。旁边还有零钱格然后驾驶盘忘了说了，前后上下可以大幅度的调整，大幅度OK， 这超加分，超加分。它里面这个设计语言真的是很漂亮，那日本进口。119千，很超值哎呀，糟糕了。所以这个价格，我真的觉得这辆车的 CP 值真的是有一点太夸张了。那你的想法是什么呢？没错，已经开始试驾了。其实这辆车很多人问的一个问题他们不是先问说，1.5哇 underpower 是不是够力啊？其实这个还好，这个已经是预估范围内的东西了嘛，你大概有一个心理准备了。很多人问的是18寸的轮圈会不会把这个重量拖得更重？其实我驾了2天，我觉得真的还好。来出入口看有没有力啊，完全没有问题。我差点贴罗里的车尾。他做了一件很聪明的事情，我真的觉得他做这件事情很聪明。我觉得他调了他的 gear ratio， 什么时候该进2档、3档、4档的时间，他做了调整。原本说1档、2档可能速度比较快过去嘛，你很快进入3档、4档嘛，他稍微把前面低档位的时间拉长一点点，所以你的扭力就比较续得上来，你的整个前段的加速冲刺感有我多久前加1.5了啊？好几年前嘞，这次加回来我真的有惊喜。来，我们出头有路口吗？来，我拉一下。谁讲没有力？谁讲没有力？试用一下就出去了，好不好？你会发现到一件事，在那个时候。它的转速是高的，为什么？因为它维持低档位，它供你的扭力把你的车拉出去。你只有把 RPM 拉高，才可以发挥到引擎的最大效能。所以1.5不是问题，怎么去调 RPM， 怎样引擎的 tuning 跟变速箱的匹配，才是速度的最关键。记住这件事情，它的逻辑。我跟你讲，像极了，超像我自己在驾的那辆6速手排的 1.5 NA 的 MX-5， 我跟你讲，超像它这个逻辑。手牙你知道啦，你要力这样子推档啦，所以这辆车它就很聪明的做了这件事情。在前面你低速的时候，我维持低档位，给你扭力一直有，它真的不会让我觉得这辆车力不够顺，你看啦，塞车顺跟车点走，切位轻轻松松。刚才出入口看了吗？一脚油出去完全没有问题。这个 Skyactiv 引擎是一回事，第二件事真的是这个 Mazda 的6AT 变速箱的成功的地方。我们现在讲很多中系车喜欢用 DCT。或者日系车很多用 CVT， 代价是什么？累咯，转速高咯，潮咯，反应慢咯，Rubber Band Effect 咯，这些都是那2种变速箱来的
缺点。6AT 变速箱，我跟你讲，真的是好东西来的。来切高速，稍微慢一点点，但是你看它 RPM 拉上来之后出 Fast Lane 完全没有问题啊。如果你还是觉得这个速度我想要它再更快一点。很简单，今天即使 1.5 哦，最入门的车型哦，还是给你 Pedal Shift 左边拉去，推一个档，切 Fast Lane。这辆车只要你肯拉退档，只要你肯上 RPM， 这辆车的速度，我觉得它真的还蛮愉悦的。我驾了2天呐，讲真的，我就想说。奇怪，以前我们觉得 Underpower 没有啊。如果你是那种追求很卓越的动力，一大脚油门就嘣嘣嘣 ，OK，sorry， 1.5 NA 它真的没有办法给到你。你即使上了 2.0 NA， 你的这个要求都很难被达成。但是如果你想要买一辆日系 C segment， 美观好看，价格亲民 ，free service， 最后最重要的一件事，日本进口。讲真的，我真的没有什么好挑这辆车哇！今天这个价格，这样的配置，副 ADAS 哦 ，MRCC 给你到完哦，盲点警示啊，车道偏离警示啊，这些全部给你到完哦。这个价钱。日本进口 CBU free 5年 service 真的很强这个配置，哇！前面车走了，我点个油，我觉得它应该有退一个档，所以我上到3000 RPM 拉一下速度，我时速已经86啊，很轻松驾这辆车。很多人一开始想象哇 ，C segment 拿一个 1.5 NA 很 struggle 咯，你每次踩这辆100了啦，我已经时速100哦，哪里有压力？而且 handling 真的很好，handling 真的很好。110，我就是我没有点完油的哈，我就是很 chill 的在驾这辆车你可能从一个很低的速度，硬要逼它上来，它会吃力。那个时候我真的就是建议你 Pedal Shift 用一下，转 Manual Mode， 这辆车转 Manual Mode 我跟你讲好玩但是顺驾这辆车真的很舒服我觉得这辆车跟 Underpower 扯不上什么关系，从容不迫，真的从容不迫。我要它加速的时候，它退档加速反应很好。我顺驾，它操控稳定舒适，整体的驾驭感真的很出色。这辆车我真的一直都会觉得说，1.5那辆真的是有一点点乏力啦。可是今天驾下来的感觉，我觉得它的 Gear Ratio 的调整真的有给它的个性差很多我完全无压力这些路我要 merge traffic， 我要跟前面的车的速度。来，我们试试看进 traffic 我先推个3档好了，完全没有问题。来，摩托过，来再来3档，切 fast lane， 4档，5档，5档太高了啦，5档已经是 chill driver 了。OK， 拉回 automatic， 比我想象中的好玩很多。OK， 你如果不是追求那种极致加速暴力，你就是想要一辆很优雅舒适的日系 liftback， 哇，这个美，偶尔有一点可以玩的风格 ，Pedal Shift 压一压，拉一下转速 RPM， 然后日常代步，这辆车真的好棒呀！我喜欢它的路感回馈。我喜欢的驾驶盘操作我们先讲驾驶盘操作。Mazda 我跟你讲，这个 steering feedback 指向的回馈是非常非常出色的，真的很好。这个路感的反应 ，steering 的反应真的很棒。底盘的回馈感是稍微偏硬的，很直接的。路上很多那种坑洞啊、滴抖的东西啊，你会直接 feel 进车里面来。18寸的轮胎嘛，我已经讲了，是偏薄的一个设定，所以它的整个路感回馈是很明显的，而且真的很意外18寸的轮圈没有让车的感觉变重变慢整体的打造是我很喜欢的，以驾驶为取向的一个风格。整个悬挂设定也是偏硬的，操控感的要求很强烈。我拉一下，它 RPM 拉一下，我的速度马上就上来了。它没有那种踩油变速箱勒一下 ，turbo 勒一下，才给你这样没有。它就是 RPM 上，车子动力来，引擎会稍微大声一点点，因为它始终是一个 1.5， 它会大声一点，但是它给人的感觉就是动力，你就是油门下，它会
反应快啊，这个很重要，真的，比我想象中真的是出色了好多好多，很舒服，真的驾这辆车没有一丝让我觉得怎么踩油不要来，不会，你看刚刚 traffic 一结束，我踩油我马上可以贴车的屁股哦，周末你们驾这样慢的啊？周末你驾这样慢的啊？你 CC 不是比我大咩？别抢人家 CVD 啊！哎呀，来点个 pedal shift 4档，左边切，哎，左边也是塞车。可是 pedal shift 你拉了真的是定住4档切，哇，爽！定住4档，我的 RPM 3000多，引擎其实不大声哦。继续，哎，自动进档了，没诺啦，4档 OK。很有驾我 MX-5 的感觉啊！我就压住它4档啊，怎样？我就是要4档，怎样？爽！你即使不用技巧，它也是很轻松驾。你运用一点技巧，它可以变得很好玩。哎，我拉住4档一路去3000处 RPM， 我时速拉着80、100之间。哇哦！这个转速跟时速的区间很美哦，我跟你讲。那个油门的反应是即点即来哦，真的，1.5 NA， 它的潜力比我想象中来的大。其实我驾 MX-5 的时候，很多人就问我一个问题了，哎呀，1.5 NA 有力咩？哈，变速箱、你的换挡逻辑这些东西，你拿捏得好，其实很多东西可以玩的。讲真的，对这具引擎 ，Skydive 引擎很有，3档太低。我很有力，我太有力了，我一定要上4档，4档才比较顺啊，所以我连3档都不用拉，我拉住4档就好了。我一路颠轮呢，要命哦！不要一直讲说1.5没有力啦，我讲你真的要 try 看，很开心哦。4档真的是一路点一路来耶。来，我们看一下其他的数据，油耗，喂，哇，我这样子一直拉嘛，一直3000、4000、3000、4000转啊。我的油耗还有1公升燃油10.8哦，现在荧幕上面写的就是10.8 ，OK。因为它始终是一个1.5 liter 的引擎，1500cc 的引擎，所以它的油耗，即使你偶尔耍性子玩一玩，它的油耗表现都还是出色的 ，OK。加分，这个真的加分，1.5天生省油 ，OK。天生省油。如果你在顺驾，我昨天有去到1 liter， 差不多走11.5、12 km， 没有问题。因为我觉得它现在是把这个变速箱的逻辑调整了，低档位的时间拉比较长，所以它 RPM 上的反应会比较快，所以油耗会比之前可能1.5来的更表现比较美。但是我觉得对于大多数 C 7来说，它的表现已经很出色了。重点是质感，那种质感真的是很好。马自达质感的营造真的是很棒而已，有突破我的想象。我认真说，真的有突破我的想象，比我想象中的好太多。因为我就是大家一直问 underpower 啊，我已经有一个预设立场，哎呀，会有一点啦。其实没有完全没有。我在 Fastlane 轻轻松松，可能你要求那种哇，我在 Highway 了，我要120再加速再超车啊，那个不要勉强它啦。1.5 NA 就是你去买2 liter 好不好？2 liter 我觉得 OK 的啊，是。那如果你要那种很暴力哇，一直拉不停，飞个不停。OK 啦，这样 NA 的车可能不适合你咯。那我的想法就是这样子啦，这边跟大家分享。那你的想法是什么？欢迎留言给我们知道，要不要 subscribe 我们 channel？我们下期再见，拜拜。